退下。陛下，陛下还养着郭嘉这条蛇，不怕哪天被咬上一口吗？他不是郭嘉的人。哼，陛下真是辛劳，刚下朝就要去看望曹丕了。有一件事情要让你去办。郭嘉派邓展去温县取朕的画像了。哼，原来是邓展。既然杨公子已经知道了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釜底抽薪，不能再让郭嘉插手许都的事。不能刺杀郭嘉。别说是很难成功，就算是成功了，也会彻底激怒曹操。哼，陛下，郭嘉在外面仇人众多，我们会做得毫无破绽。曹操吃个哑巴亏，也不能拿我们怎样。朕说了，现在还不能刺杀郭嘉。陛下为什么会怕对郭嘉动手？郭嘉活着，一定比死了可怕。但是郭嘉可以为朕所用。陛下，你以为郭嘉会被你仁慈那套所骗吗？那可是郭嘉。正因为是郭嘉，朕才很清楚地知道，他绝对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跟随曹操的。这样的人，对汉室有用。陛下是昏头了吗？他郭嘉是什么人？他是曹操的第一心腹。朕很清醒，不管是为了和曹操相安，还是为了汉室的将来，现在都不能刺杀郭嘉。杨公子，也请你不要为了对郭嘉的恨意而不顾大局，否则曹操一旦发难，朕害怕会牵连到杨家。不杀郭嘉，就得杀邓展。杀了邓展，郭嘉会更加怀疑。陛下能杀尽郭嘉源源不断派去温县调查的人吗？邓展也不能杀。邓展要死在了温县，祸水东引，就会牵连到司马家。司马家一旦暴露，那朕的身份一样瞒不住。陛下说了这么多，最后的结论就是坐以待毙。好，那您还是回去安坐吧。臣要去办点正事了。杨公子，朕有一个很冒险的办法，需要你去办。大公子，这是二公子的飞鸽传书。啊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。说。有客人求见，自称来自许都尉。好，我去见他。想不到许都尉还在为社稷之死努力，学生实在感戴莫名。那就请公子画下令弟画像，好助我们早日抓到凶手。来人，拿纸。不必了，我已经为公子准备好了。一切听从大人吩咐。
画好了。多谢。学生二弟在许都多日，不知平安与否？哦，司马公子刚立下救驾之功，天子封赏应该不日就会到达河内。我还有军令在身，不能详细为公子解释了。好，不敢留大人用饭了。告辞。这哪是议和的样子？仲达又不知道在搞什么鬼，每次都这样。你说，摊上这么个弟弟，是不是很倒霉啊？大公子，隔壁李先生来说，有许都尉去了他家，问了杨公子的画像。他画了，画了。糟了！臣有一事禀奏陛下：司空府虽尽心供奉，但毕竟是大臣府邸，规制不符。曹司空远在官渡，致陛下受此函解，十分担心。臣请撤销皇宫废墟的守备，整修皇宫，早日迎陛下与皇后回宫。朕这些日子也打扰司空府甚多，那就早日整修吧。只不过现在大战之时，国用紧促，皇宫重建也不要太奢侈了。陛下体恤民情，臣岂敢不从？臣还有一些事，请问陛下：大火那日，死去的只有那一个小黄门吗？是。郭祭酒何出此言？没什么，只是许都尉在清理皇宫废墟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些异样的残骸。这等小事，就不劳陛下费心了。那就有劳许都尉和郭祭酒了。对了，不知道郭祭酒什么时候有时间来给朕讲学呀？臣想知道，陛下想学什么？荀令君给朕讲授经书文章，那就请郭祭酒给朕讲授时政吧。每日大臣们堆上来的奏书简牍，总有上百斤，还不够陛下了解时政吗？这自然是不一样。朕想知道，郭祭酒的眼中天下大事是什么样子的。好，臣明日来为陛下讲授。陛下若无别的吩咐的话，臣告退了。寝宫是我亲手布置的，除了先帝的遗体，不会有任何破绽。我知道这是激将法，他先说了会撤销守备，这明显是吸引我们心虚行动。激将法？郭家时时刻刻都在对你下陷阱，你千万要小心啊！可是又不对呀，怎么？他怎么可能会用被我一眼就看穿的激将法？陛下很聪明嘛，一眼就看穿是激将法。那还需要散出皇宫废墟有残骸的消息吗？
当然需要，这法子本来就不是用在陛下身上的。还有，邓展快回来了，安排人去接应他，一定有人不想让他平安回来。是。撤！撤！撤！是司马家的公子吗？你的父亲和曹公是旧交，为什么非要跟曹公作对而送死呢？公子与我兵戎相见，是因为你也知道杨平的真正身份吧？大哥，二弟，仲达，你在哪儿？大哥，我在这儿呢。二弟，大哥，我在这儿呢。仲达，我在这儿呢。仲达，你没事吧？我肯定是冲撞了杀神了。你简直是神算，要不是你在这儿埋伏，我还真打不过他。这是小道和官道的交界处，他那个傻子只懂走大道。你要是不在这儿动手的话，你还算是我大哥吗？你忍忍。仲达，这个邓展说，义和真正的身份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一定不能让他见到义和的画像呢？义和不是已经死了吗？这一个死人的画像，怎么会牵连到咱们家呢？啊，他又不是什么皇亲国戚、元凶大恶的。仲达，我跟你说，这邓展可是曹操的人，咱们这一动手，曹操岂不是？你真的确定吗？大哥，说来话长，我回去再告诉你啊。咱们先过去看看他。走，快点儿。我杀了他！大哥，不能杀他，这样的话，就给国家找上咱们家的理由了。那怎么办？把他送回去？那也不行，那不是等于找死吗？那我们怎么办？等等再说，先找画像。没有。大哥，去他刚才藏身的地方搜。好。差点就给他骗过去了。谁知道他上咱们家之前，还取了这么多。看来他早就知道了义和的样子，我还以为骗过了他。国家派来的人，不会那么简单的。千辛万苦，就是为了这些画像，索性全烧了它。不行，如果烧了这些画，国家还会派人来的。那怎么办？一一调换？也不行。这些画上，一定有他们事先约定好的暗号。万一我们调换的话，被国家发现，还是会找上我们家的。这人也不能杀，画也不能换，那我们来干什么呀？你放心吧，我计划好了。快，扶我起来！邓展，哼，算你小子运气不好。看看死了没有？是。
还活着。好，带走。是。什么人？云少的人。看来义和和杨修还有点本事。什么人？站住！干什么？我是官员。站开！绑了，送许都尉。赵一郎，这么晚了，你到皇宫的废墟上干什么去了？我是去散步，我想看看皇宫修复的进度。这么晚了去散步啊？你是个读书人，啊，不要逼下官做太有辱斯文的事情。你的手段我知道，可是我就是去皇宫里面走了2步，你还能杀得了我？满宠，你这是在滥用私刑，拷打朝廷命官！我自然有100个理由拷打你。告诉你，再犹豫一会儿，你这张小脸蛋就完了。那时候后悔可就晚了。唉，算了算了，放开他吧。把你知道的事情全部都说出来吧。我的眼睛曾为秋水所洗，不为人妻。哎，你最好不要说谎话，哪怕你闭上眼睛，闭上嘴巴，我还是会看到你的心里。哼，这件事与天子有关，这件事和死去的小宦官有关。难道说你是为了女人？明白了，董妃。郭奉孝，满伯宁，让国家出来见我！让国家出来见我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不让你动刑了。属下不怕的。命犯君子可比命犯小人麻烦多了。让他走吧。把他带出去，交给孔大人。问孔少府好。祭酒大人，您怎么知道他是为了董妃？满宠，你什么都好，就是太正经，太无趣了。这些艳史秘闻，可比你那些刑具和情报管用啊！祭酒大人教训的是，不过放他走，是不是为了要钓大鱼？
他知道的，我全部都知道。留着他也没有什么用。他去皇城故址上寻找，一定是还在查找什么。放他出去，哼，正好给我们引路。哎，我呀，你也知道是个大懒人，最讨厌亲力亲为的事。等他查好了，再过来告诉我，就省力多了。你在打住什么？算算日子，邓展也应该回来了。我想祈祷先帝的在天之灵，保佑这一次你可以顺利渡过难关。不知道仲达成功了没有，也不知道国家到底掌握了多少。不过最坏的结果，就算他知道我跟杨平长得一样，却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我就是杨平。大不了到时候咱们就耍赖呗。可是郭家要是顺着这条线查下去，迟早会查清楚啊。曹操不会承认你的汉室血统，到时候我们就万劫不复了。那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走啊？走？是我又错了。我知道你不会舍弃汉室的。希望皇兄能够保佑汉室。大哥，你晕了一晚上，总算是醒了。大夫说你失血过多，胸口还有旧伤没好，快别动了。都怪那个臭小子不好，一声不吭就跑到许都去了，害得我跟着一路倒霉。唉，要不是他，我也不会伤成这样。等我找到他，一定好好收拾他一顿。你说的是谁啊？难道义和？大哥，义和没有死。这些天我往来奔波，出生入死，险些倒闭道旁，全都是拜他所赐。过来，刘平就是杨平，他确实没有死。你可别吓唬大哥。你再说一遍，义和的身份是？千真万确，杨平就是刘平，就是当今的天子。天塌下来的大事，你怎么现在才说？我去找爹一起商量。这不是宫中的用绢哦，进贡宫里的，没有这个花样。那能看出来这片绢来自于哪里吗？我再看看，再想想，有点眼熟。这个图案好像是河内温县的。温县？对，是温县。如今温县的织工是最好的，老身不会弄错的。温县，温县，温县不是司马家的所在吗？大火那天，杨俊遇劫。难道说，杨俊的儿子一直养在司马家？
难道说杨俊的儿子那天去了皇宫？哎，大人，你这片丝绢不要了吗？谢谢。所以义和是假死到了许都，实则偷龙转凤已经继位，不，冒名成了当今的天子。正是。此事事关重大，你可是亲眼看见、亲耳听见，陛下承认自己就是义和。爹，千真万确，绝无半字虚假。义和是天家血脉，看来杨世叔早就知情，却始终瞒着咱们司马家。事到临头要用义和来冒名顶替，却也没有向咱们透露半分。要不是仲达，我们全家都被蒙在鼓里。这义和的身份，要是被郭嘉、被曹操一点点揭穿，这可是灭门的大罪啊！大哥，事到如今，也不是无法挽回。挽回？怎么挽回？义和从小和你在一起，这温县城里城外大街小巷都玩遍了，上上下下见过他的，没有上千也有几百人。这次邓斩算是暂时拦过去了，可是郭嘉再派人来，一定穿帮。杨世叔如果一早说明他的身份，哪怕咱们把义和当做一个闺女来养，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束手束脚。总之，现在想撇清关系是不可能的。我们还是想想如何善后。纸里包不住火，朝堂上明摆着已经换了天子，就算外貌一模一样，言谈举止哪怕是露出一丁点破绽，这就是灭顶之灾啊！不如直接……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与其坐以待毙，等着郭嘉一点点揭穿义和的身份，不如索性开诚布公，坦白一切。仲达，你是不知道郭嘉有多可怕。郭嘉算无一策，从不失手。他已经盯上温县了，下一步就是咱们家。你以为我们还逃得过吗？你别傻了，把义和的真实告诉他，让郭嘉和曹操做选择。曹操还需要天子的名号，他不敢弑君，义和不会有事的，咱们家也不会有事。反正咱们从一开始就什么也不知道啊。大哥，你真的了解曹操吗？你真的相信，如果曹操知道天子被调包，还会放了义和，放过我们司马家？我已经向宛宠质证，义和已然身死。爹，大哥，从杨世叔将义和送到咱们家的那天起，我们就已经被拉上这条船，下不来了。仲达，你太鲁莽了，你太自以为是了。好了，此事干系家门安危，你们务必严守秘密，任何人不得透露。儿子明白，儿子明白。让我想想，好好想想。郭奉孝，起床了。袁绍没打过官渡，就别叫我起床。你不是说今天要去给皇帝上课吗？这皇帝等等也没关系的。曹操一向军令严明，在军营中你也如此啊。我说一句话就够前线打个10天半月的，所以我要多睡一会儿嘛，这样子才有精神说话啊。自以为是。哎呀，如果一句话能预料1年、10年、1代，这样才算得上是本事嘛。那你预料一下，此番你主公是胜是败？你很想知道？郭祭酒，手下有事禀报。进来吧。属下进来啊，怕不便吧？难道你要我起身迎接你吗？属下不敢。
哎呀，你，冯畅，你看，这个红绳我们都忘记解开了。哎呀，门长，这么难得进我的卧房，不用那么紧张吧？属下愚笨。你有什么事啊？刚刚接到消息，西北方向有援军骚扰。援军忽然出现在腹地，那是邓展回来的必经之路。哦，他们是为邓展而来，属下立刻去接应邓展。属下告退。嘿呀，一盆黄河水打乱了巫山云雨，许都人手眼通天呢。借你吉言，袁绍的人还真过了官渡了。听起来你挺高兴的嘛。那当然了，有人比你还聪明，真是新奇好玩。郭祭酒来了，辛苦荀令君了，给陛下讲孟子，是陛下自己选的，王道之学。不知郭祭酒要给陛下讲些什么？天上地下六合八荒，随陛下喜欢了。奉孝，还是要以圣学王道引导陛下，毕竟这是利国利民的大业。下官知道了。祭酒郭嘉拜见陛下，臣请为陛下进讲。那就请先生讲授吧。哎呀，哎，这些都不是陛下需要的。陛下如果想知道什么，直接问臣吧。当今天下，以官渡战事最为紧急。此一战非但影响中原，影响曹公，影响先生，更影响朕。那就请先生给朕说官渡吧。如今曹公和袁绍孰利孰劣？自然是曹公稳操胜券。陛下不敢直言，臣请告退。在天下人眼里，袁绍坐拥河北，有精兵40万，兵力是曹公的4倍。不过曹公有先生用兵如神，以寡敌众，不是难事吧？陛下依然没有对臣说实话。好吧，就算是陛下不方便出口，其实所谓用兵如神，终究有法可循。曹公虽兵力劣势，声名远不及袁绍，但曹公有10胜，袁绍有10败。那请教先生，哪10胜10败？道胜1，义胜2，智胜3，度胜4，谋胜5，德胜6，仁胜7，名胜8，文胜9，武胜10。由此10胜，打败袁绍无难矣。
祭酒说文胜武胜，或许都没有错。袁绍治理河北，渐于安定，中原连年战乱，百姓流离，这治胜恐怕难以服天下吧。所谓治理之功，岂在当下一刻？时下正失于宽，袁绍以宽济宽，故不赦；曹公纠之以猛，而上下之治，此方为治胜。袁绍外宽内济，用人而疑之，所任为亲戚子弟；曹公外一简而内机明，用人无疑，唯才所宜，不见远近，此方为度胜。长此以往，中原必兴，而河北必自内乱。然而酷政也伤民心。陛下以为何为仁德？爱民。袁绍见人饥寒，训念之行于颜色，其所不见，虑或不及也。所谓妇人之仁耳，非真爱民也。曹公以至心待人，推诚而行，不为虚美，以简率下。与有功者无所吝，视之中正远见，而有识者皆愿为用，恩之所加，皆果其望。此方为仁德之胜。不能守礼，何以体现仁德？不能敏行，何以施行仁德？不能救助眼前饥寒，何以奉行仁德？仁德有大有小，救一二饥寒，仁之小者，以坚定的勇气去救天下百姓脱离战火，使士兵不因决策失误而枉死，此仁之大者。陛下恕罪，臣有紧急军情禀奏。何事？昨夜有袁绍的一股军队从城门西北方向偷袭许都。袁军深入许都了？战况如何？他们从西门攻城，首战失利，不克即退。由于是深夜，守军不敢贸然追击。臣带兵追出时，他们已经逃了。损失不大就好。这袁绍也太大胆了吧？邓展回来了吗？邓将军应该是撞上了撤退的袁军，被袁军所俘。那邓展的运气真是太不好了吧？邓将军遇险时，将5幅画像埋藏在雪中，已经被臣带回。什么画像？臣答应了司马懿家，替他们查找杀害杨俊之子的凶手，去温县绘了几幅杨平的画像。陛下，臣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去处理，臣告退。你还真是会找时机呀！啊，杨公子来了。郭祭酒不是安排我去接管西凉军的军务吗？我来领文书。那就一起回去吧。好。冷寿官，备车马，我跟陛下去探望父亲。是。不用了，先下去吧。陛下，我说了不用了。我不能走。我们叫你来许都，就是为了拯救汉室。可是现在我们失败了，你用不着为他陪葬。快走吧，到明天就来不及了。我不能走。快走吧！我不能走。既然我已经决定回来了，我就不是你们随意安排的棋子了。我是天子，也代表汉室，不管是为了你还是为了汉室，
我都不能走。可是，等国家看到画像，就一切都暴露了。那我也救不了你了。请你再相信我一次，也相信仲达一次。国家现在不是还没有发难吗？不是还有袁绍的军队已经劫持了邓展吗？这或许就是仲达的计谋啊！我们在一起，已经经历过那么多的考验了，而且你不是一直比我更坚强吗？我们还有希望，这一关我们一定能过去的。煮酒的火还尚温，多情空余恨。夜华的灯还撩人，长梦与幽魂。欲盖弥彰，他乡月光，荒凉某个眼眶。现实彷徨，阵阵风凉，沉沦了多少个心双。少年